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郭树清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郭树清是何许人也呢？郭树清是中国的银保监会主席啊，同时兼任了央行的党委书记。那他本人呢，早期也是中国体改委的核心成员之一啊。大家知道，体改委呢是中国1982年成立的一个负责中国经济体制总体设计或者是顶层架构的这么一个机构。那当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呢，还亲自兼任了这个体改委的主任。那像周小川啊、楼继伟啊、吴敬琏啊，这些都是体改委的核心人物啊。后面呢，他们基本纷纷都担任了中国金融体系里面的这个高官啊，或者说核心的位置。那银行体系啊，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一个融资体系。那银行呢，在里面的重要性就非常大。那间接融资呢，基本占了中国80%的融资比例。那像直接融资里面的股票融资呢，只占了不到10%。那另外的10%呢是债券融资，但是债券融资的大买家呢，基本又都是商业银行啊，所以你就知道商业银行体系在中国的重要性。那很自然的，这个银保监会主席啊，再加上兼任这个央行的党委书记，那基本就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体系里面最核心的人物了啊，或者说是至少是核心人物之一吧。那他的文章为什么要重视呢？因为他这个人啊，就是轻易不说话啊，他说的话呢，还真得认真对待啊。你像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他讲到过去杠杆啊，结果果然2018年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去杠杆之年啊，整个股市呢，2018年都是一路下跌。那整个的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呢，也在2018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那还有就是2018年的618陆家嘴金融会议上呢，他说过啊，他说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要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超过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啊。结果果不其然啊，在这个他话音刚落，结果这个 P2P 就开始大面积暴雷。然后呢 ，P2P 就经历了长达1-2年的这种整顿啊，一直到今天，整个 P2P 的这个机构从高峰时候的5000多家啊，一直滑落到现在只有10几家，基本就是全部被消灭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文章呢啊，当然是非常值得重视啊，更何况呢，他这个文章是发表在《求是》杂志上。好，他这个文章呢分4个部分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里面的一些重点啊，我们分析一下。那首先第一部分呢，他说的是维护金融安全，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啊。他把这个金融安全呢上升的高度非常高啊。那他的有一句话，第一句话这样讲，他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啊。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那金融安全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啊。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做好金融工作责任重大，容不得丝毫疏忽懈怠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金融安全呢，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层面。那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很多的危机啊，它都是由金融危机开始，然后衍生到经济危机，最后乃至到社会危机啊。那中国的整个这些年啊，其实债务的比例呢一直在不停的上升。啊，你比如说这个家庭债务，从2012年呢是占这个 GDP 30%一点的比例啊，一直上升到今天呢是达到了整个 GDP 的60%。那在2012年的 GDP 呢，其实只有52万亿的人民币的一个体量。那到了今天呢，中国的 GDP 已经是100万亿这个水平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债务比例翻了1倍啊，但是绝对值呢其实是翻了4倍啊。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家庭债务呢其实只有15万亿多一点。那到了2020年呢，这个家庭债务已经达到60万亿这个水平啊。所以说你不要看债务比例翻了1倍，但是绝对额呢其实是翻了4倍啊，因为 GDP 本身也翻了1倍嘛，也在增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金融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说实话啊，这么快的债务比率的一个上升，在很多国家呢，如果这么快，早就引发这个金融危机了啊。所以说，能把这个金融这个盘子控得这么牢啊，那确实呢这个他们这个控制能力和控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然后第二句呢，他就说了这个商品经济由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构成，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那同时呢，也可能相互背离相互冲突。当生产结构失衡或者信用偏离度高，就会导致金融风险聚集。国家形成后，政府从多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特别是货币从民间一般等价物变为政府法定货币，在极大的方便生产交换的同时，也容易因政府行为失当带来新的巨大风险那他这句话呢，其实指的就是说整个的结构失衡就是这个生产产能过剩这个整个不同层次的这个产能，中低端产能太多无效产能比较多。那信用偏离过度呢就是这个货币放水的量和实体经济相背离那这个呢它里面主要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正是因为政府的就是法定货币诞生以后政府呢对货币的控制力变强了。那货币控制力变强以后，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呢，可以进行逆周期的调节，每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控制但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这个政府的这个操控行为可以带来经济的巨大的扭曲这个导致一种新的巨大的风险。那接着呢，他就说了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很多国家的崛起和衰落呢，都是跟金融的这种能力密切相关有些国家的这个霸权的崛起呢，是跟金融这个金融体系息息相关的，金融体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举了比如英国荷兰这些国家。但是呢，他也举了一个国家，就是金融体系的这种动荡呢，也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盛极骤衰他举了西班牙，就西班牙的这种大肆的对外扩张，积累了巨额债务，最终呢引发了财政危机，导致盛极骤衰还有这个荷兰的郁金香事件英国的南海泡沫他说了这个。所以说这个金融安全呢，就上升到非常高的高度可以说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一个。接着呢，他又讲了就是30年代大萧条包括后面的拉丁美洲危机还有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乃至到现在的这种欧债危机以及这个量化宽松，就讲了整个现代这30年代以后的这一系列危机。那这一系列危机呢，有些呢演化成了比较严重的，就是从金融危机演化成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乃至后面社会危机到后面呢，甚至导致了这个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这个盛行就是导致了这个人们思潮的变化，甚至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所以你就要看这30年代危机里面大部分危机基本都是止步于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就结束了这个呢就影响面没有扩散开来。但是30年代的大萧条呢，那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乃至到最后社会危机甚至引发了整个人们社会思潮的变化产生了新的这种极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所以这是这段话。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他就说这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他这里面呢列举了这个7个突破就是说比如说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反正就是他介绍了一下从他上任以来2017年到2019年所取得的这些成果。那这些成果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你这些成果的取得，你比如说 P2P 的这个大面积暴雷还有这个金融的反腐包括这个大中型企业的这个债务风险的化解，就比如说那些明天系安邦系海航系所有这一系列成果的取得，其实离不开一个事情但这个事情他没有在文章里说离不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国要有货币宽松的空间和容量。那我给大家之前呢也多次讲过，就是中国的这个从2018年初到现在呢，一共呢进行了12次降准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呢从14%多一点一路降到了9.6%那在一路降准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货币大幅扩张的一个过程。那只有在这个货币大幅扩张需求能够拉动的一个过程里呢，它才能去有空间去化解这些风险如果它没有这个货币扩张的这个前提和动作，单纯的去进行这个拆除炸药包、拆除这个地雷的这个过程呢，那可能本身自己就爆掉了自然这个过程中就会爆掉。之所以没有爆掉，就是因为在这个拆雷过程中呢，它进行了货币宽松有这种余地去做这个事情
大家呢，我给大家之前也看过这个中国 M2 GDP 还有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一个对比图，对吧？你可以看到，在08年以前呢，整个这个融资和 GDP 的这个比例啊，没有那么夸张，对吧？不会偏离度太大。但是08年以后呢，中国走上了这个债务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啊，就是每到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进行逆周期调节啊，频繁的进行降息降准。所以说，你看走到如今以后啊，你看这个图。就这个偏离度越来越大啊，这个 M2 呢基本是 GDP 的2倍多一点，社融呢基本是 GDP 的这个2.5倍，可能还要多啊。你看这个柱子呢是融资的这个规模柱子越来越高，但是 GDP 的增长呢速度远没有这个融资速度增长的快。所以说对，还有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走到今天啊，各个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你看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呢，这个大型银行已经降到11%了，中型银行9%，小型银行6%啊。大家也知道，这1-2年来，这个中小型银行这个暴雷事件频发，对吧？经常能看到这种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从包商银行去年5月份包商银行开始啊，到这个锦州银行啊，到这个山西阳泉银行啊，这个一系列城商行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成果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个大的前提背景呢，他没有讲。其实大的前提背景就是因为中国还有货币宽松的空间啊，进行了持续的宽松。那这个过程中呢，你才能进行一些拆雷的动作，对吧？进行金融反腐啊，进行互联网的这个拆雷啊，互联网 P2P 的拆雷啊，打击这种违法和腐败行为啊，不良资产的这个处置和剥离啊，你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前提呢，还是因为你有货币宽松的空间。好，这是第2部分。那第3部分它讲了什么呢？第3部分它讲的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以后，金融领域出现了新的这个重大挑战。那这个挑战呢，其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啊，意想不到的挑战。然后呢，它直接带来了就是中国本来呢，他做的自认为他一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这个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呢。和 GDP 的增速相匹配，也就是略高于，对吧？他经常强调这个融资速度略高于 GDP 的增速啊，基本就 GDP 6%啊，它这个融资增速就是8%啊，就稍微高2个点，那2个点呢可能也体现为通货膨胀，对吧？就是比较均匀。但是这一次疫情的冲击呢这个导致了非常大的一个偏差，就是在2020年上半年呢，这个 M2 的增速呢在11%啊，但是 GDP 的增速呢只有1.6%，就是高了10个百分点将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巨大的背离，也就是债务的扩张非常迅猛但是 GDP 呢没有那么快。所以在这个第3部分呢他强调了这个，然后他还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坏账的问题。坏账的问题呢，他说2019年银行业形成2.7万亿的不良贷款，出现了疫情黑天鹅后资产质量加倍裂变，不可避免。由于金融财务反映存在实质，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计其账面利润具有较大的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其实这个就是打一个提前量打一个预防针告诉你这个用不了多久可能在明年后年这个不良资产呢就会加倍的冒出来而且这种裂变的速度呢会非常快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话呢，这里面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天下呢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家吃了很多免费的午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全球央行的货币放水，对吧？大量的货币堆积进来大家吃了很多这种免费的午餐从资本市场你能感受到股价的上涨房价的上涨都占了很多的好处。那天下呢也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放水终有终局的一天终有面临这个困难或者面临阻碍，面临走到最后一天的这个结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可能再次走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他可能认为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全球央行究竟还有没有这种余量在进行逆周期的调节和对抗呢？那比较有意思的时候是今年的这个618会议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一句话
啊，他说的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的去印发货币呢？早在2000多年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以后，人类曾经遭受过的多次灾难。金融业内人士不能不懂得，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啊。这个在当时618的时候他也讲过啊，就是这个频繁的这样印钞呢，啊，最终呢会来带来恶果啊。这个呢他也是在这里面在618会议呢做了警示。其实这个警示呢，明面上呢它是做给美国看的啊，主要说的是美国开的空头支票，包括是量化宽松啊，他也是在这个背景里面讲的这些话啊，就是这个美国带头进行的量化宽松。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全球哪一个央行没有进行量化宽松的，对不对？没有进行放水的动作的啊！大家都是说这个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都是希望能把今天的这个困难度过去啊。至于未来，至于后代啊，至于这个以后这就都管不着了。好，这第3部分，然后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就说一下啊，他说的这个金融体系要努力呢，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期实现。啊，他讲了这个8个任务啊，但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啊，这个上半年呢靠这个放水，靠债务驱动啊，靠信贷的扩张，可以给企业啊、居民啊把现金流暂时续上血、补上血，不至于坍塌掉啊，不至于流动性断裂。但是到了下半年以后啊，随着这个货币边际效应的递减，如果经济体没有自身的内生的造血能力啊，没有自身的这种循环能力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说他把第一位放到了这个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放到第一位啊，就非常非常重要。只有这种内生的循环和内生的恢复呢啊，有内生的造血机制呢啊，这个才能走得长久，才能真正这个能够避免危机的到来吧啊，才能这个化解危难。否则的话，如果没有经济体没有自身的这种造血机制和这个造血能力的话，那很快就会遇到债务的悬崖，大量的债务就会到期啊，大量的这个利息就需要支付啊，那样的话就会遇到真正的会犀牛。好了，这个呢就给大家解读了一下啊郭树清在《求是》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啊。总体来讲呢，这篇文章呢值得大家全篇通读一下，认真看一看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那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呢，这个金融安全啊，确实已经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领域啊，一个东西。如果金融安全做不好，出了问题的话，那整个可以说是一招之时满盘皆输啊，一点都不夸张。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